会是最有人气的一个岛之一耶。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的诠释都会不一样，在这边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想要待这边待久一些。嗨，大家好，我是乐吃购日本的明明，我是乐吃购日本的夫米，今天厉害了，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一本？好复古哦！没错，我们今天来到就是濑户内艺术季。濑户内艺术季呢，其实是日本非常重要的近代艺术的盛事。它呢3年举办一次，今年刚好是第6届。那其实这个濑户内艺术季，它涵盖的范围就是在濑户内沿岸以及上面的各个小岛。那总共有17个展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濑户内艺术季呢？因为濑户内海这附近都是小岛嘛，所以难免会面临到一些人口流失的问题。那为了想要改变这样子的现况，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了这个艺术季的活动，不但可以重新吸引观光人潮，那也可以达到地方创生的这个效果。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因为我就是深深受到濑户内海艺术季吸引的人。但是呢，之前都一直没有机会来，因为我觉得它行程实在是有一点偏难安排，算是高手级的自由行行程。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缜密了安排了5天4夜的行程，要来带大家逛这个濑户内艺术季。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5天4夜还是有一点点短。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可以排到7到10天，因为濑户内海这附近真的非常舒服。没错，而且它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3个季都有展出，就是比如说春夏秋都有，所以呢，每个季节我相信也有不一样的魅力。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就是从东京飞过来高松这个地方。那濑户内艺术季呢，其实主要会有2个港口，我们今天的高松港，以及另外在冈山的渔野港。我们其实一早是搭飞机过来嘛，所以时间差不多中午左右到。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跟我们一样，行程比较紧凑一点点，早上飞机到达，下午就想要开始玩的话，可以先从女木岛、男木岛这2个岛屿开始，因为呢，它距离高松港非常的近，像是高松港搭邮轮到女木岛只需要20分钟，那这一班邮轮会继续再前进到男木岛，那高松到男木岛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男木岛作为第一个起点呢？原因是因为男木岛是一个非常小巧可爱的岛屿，然后总共呢绕它一圈大概只要5公里左右，所以比较可以轻松的逛完，所以我们就把它当做这一次的开局。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我听说这个岛上面有非常多的可爱的猫咪。你准备好很多猫粮？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出发 ，Go！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4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一下船就可以看到在岸边迎接我们的这个叫做男木岛之魂。你觉得它长得像什么东西啊？大家都说它长得像贝壳，的确是蛮像贝壳的。我觉得蛮像那个吃完的孔雀蛤。那它其实呢是一个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上面其实是由8种不同的语言的文字所构成的。那它呢其实不只是一个艺术品，它其实里面呢有贩卖船票，因为前面它有用一个像池塘一样的造景，所以经过倒影映射之后呢是非常的漂亮，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开始。真的耶，不愧是男木岛的地标。好，那我们一切顺利，开始下一个 OG01。什么是 OG？ 是 OG 啊 ，OG 新马01。很多很赞的咖啡厅，真的有一点像9份那种感觉啊，因为它很多小坡道，然后沿路都有一些商店。所以我想，刚刚下船之后，大家往里面赶快走，原因就是因为赶快抢要进来这个地方吃东西。他就有人在那边撸猫撸半天呢。耶，精神来了，来到我的神之水。那我们刚刚沿路发现这一家咖啡厅叫做 Damonte and Co， 它的店面非常的小巧可爱，有一点点那种很像古民家那种木头制很温馨的感觉，而且它蛋糕看起来也都超好吃的。更厉害的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它店外有一部分是室外的位置，然后是可以看到海景的。那今天时间因为有点赶，所以我们就边走边喝。いただきます。好，
好，我们刚看完楠木岛的展馆了，那它的入场费用呢是500元。那我们这一次因为有购买濑户内海艺术季的这个鉴赏 passport， 那这个通票呢其实有蛮多收费的展馆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也可以免费进去参观。那我觉得里面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建筑作品呢，它其实是由一位巴西混美国的艺术家跟日本有名的建筑师坂茂一起共同创作的。从这个建筑物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和风的空间，然后在透明的落地窗上面有章鱼的绘画。那为什么是章鱼呢？因为其实楠木岛这边非常有名的特产就是章鱼。然后从这个建筑物往外看呢，你就可以看到章鱼在那个透明的窗户上，跟外面海平面相互辉映，非常的漂亮。那边可以看到海耶！哇，转头一看，海就在后面。你刚刚去的那个夕阳猫之家到了，在这里，这里真的好可爱哦。我知道了啦，也有一点像江之岛。大家如果有去过江之岛的话，应该会蛮可以想象的，就是那种有坡道，然后两边有矮矮的小民房，然后沿路有一些很 chill 的咖啡厅，然后从上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海景，好棒哦！还有那个海边的座位，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进去，在门口给人家偷瞄一下，只好放弃。好，我们刚快速绕了楠木岛一圈，然后终于到了这个海边，也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步行方舟，超可爱的这个角角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依照诺亚方舟这个概念来创作的。作品的概念呢，就是带有祈福跟希望可以跨越灾难的这个含义。然后我觉得设立在海边也非常的棒，很像要带你走向未来的感觉，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好，为什么我现在讲话这么快呢？因为我们的船刚刚看到已经要开来了，我们搭不上的话就会被困在这边一个晚上。那我们赶快去搭船。它其实整个岛不大，但是如果要绕一圈的话，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蛮多山坡的，所以大家要记得穿好走的鞋子来。今天我们的楠木岛之行呢，就差不多这样子绕完一圈了。明天会带大家去直岛，所以记得明天要收看哦。不对啊，同一支影片呢。大家早安，大家早安。第二天，我们来到直岛。直岛其实跟我们昨天去的楠木岛不一样，它这边更大，然后也是这一次濑户内艺术季非常重要的一个岛屿之一。我们今天早上搭的是快速船，然后大概20分钟就会抵达。一到了之后，就会看到我们身后这个草间弥生的红色南瓜。那我们今天主要在直岛的移动方式呢，是我们要搭乘濑户内艺术季的循环巴士，它是主要只会停几个重要的景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打算利用这个巴士来玩。OK， 那我们就赶快出发 ，Go！好，我们刚刚已经搭了接驳车，然后在地中美术馆那边下车。原本我们预计是要去那边参观一下，但是那边实在是太热门了，事前没有预约到票，所以想说到现场看看有没有现场票可以买。结果哇，我们一大早冲过来还是没有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最好也要在网络上先预约，大概2-3个礼拜前吧。没关系，我们刚刚从地中美术馆继续往下走，大概5分钟不到就到另外一个美术馆，叫做李玉焕美术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棒，户外就有一些艺术品的空间，加上它的建筑呢是由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然后我发现啊，有一个很漂亮的跟海连成一线的那个环形作品，好漂亮哦，是用壮观形容。
清水模超级美。而且这个是一个作品哎，其实就镶嵌在上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愧是极简大师。对，我觉得很像那个挖了一球冰淇淋就挖起来。你是不是满脑子都是食物？我蛮想吃冰淇淋的。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完这个李宇焕美术馆出来了，里面有点可惜没有办法拍照跟大家分享。这个李宇焕美术馆啊，是如果你有购买濑户内海艺术季的鉴赏护照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免费入场。那怎么样？风敏看完的感想如何？那我进到室内之后呢，有一种平静下来的感觉。因为李宇焕这一位艺术家，以前就知道他是以极简为名的嘛，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的作品都有很大量的留白但是这些留白呢，再加上这些点线面的运用，还有像一些食材啊，跟他常常会运用天窗这样子的效果，我觉得那个留白真的会让人可以反思，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还有人跟这些建材，就像父母讲的，就是进去之后反而更加的心情更平静，因为可能在网络上光看照片会觉得好极简哦，好简单哦，有一点单调，但实际到这边现场体验，然后感受那个整个空间感，加上整个展馆里面呢，它的光影的搭配，透过那些光，你也可以更加的知道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欣赏这个艺术品。然后因为它又非常简单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的诠释都会不一样，真的非常值得来看。好，那我们现在去前往下一个作品。好 ，Go。他也要了。南瓜到了，我们现在绕了直岛半圈，然后终于到了草间弥生的另外一个黄南瓜的作品。这应该也是最知名的一个吧？只要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到直岛了。没错，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拍一个封面？那你等一下过去想要摆什么姿势？摆一个吃南瓜的姿势，因为现在午餐时间肚子很饿。而且你有听说，就是那个在台风天的时候会被收起来？有，因为它如果一直放在那边的话，会有被吹走的风险。哇，风吹瓜。好，我们刚搭巴士到本村地区，那这边呢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有家计划。所有的这些艺术品都聚集在这附近，然后呢，因为刚好到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来这边觅食一下。刚刚找到一个很可爱的饭团餐车，叫做天宇美语，老板娘个人经营的一个饭团小餐车。然后我们刚刚点了2个口味，你点什么？我点的应该是鲑鱼，我点的是鲔鱼柚子胡椒。这一批刚好是他刚刚煮好热腾腾的饭。其实你不觉得在日本吃到热腾腾的饭团很感人吗？因为通常都是 7就是冷饭，然后便当也是冷。真的。鲔鱼饭团我们常吃嘛，可是我觉得有加柚子胡椒的很少见，所以吃进去之后带有一点点那种清爽，但是又有一点点呛的那种辣味。在这个餐车的附近，其实也有几家咖啡厅。所以呢，我们就吃这个饭团，配上这个好喝的咖啡。好，吃完我们的饭团了。然后刚刚呢，我们买这个咖啡就是在这边 Asito Coffee， 他们家很可爱，就是木造房子，就很复古感觉，然后里面也蛮漂亮的。除了这些饮料，还有香蕉蛋糕。如果要找个地方喝个下午茶，非常推荐这边。看到猫总是走得特别快，就是富米。它好亲人哦，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它好可爱啊！大哥，这边写 no parking 请不要在这边停车好吗？好 ，OK， 我们现在刚好差
差不多逛完直岛一圈了，现在回到港口旁边，然后呢，最后一个设施我们选择来到这个直岛钱汤。对啊，什么意思？要泡汤？这个很酷，这个钱汤啊，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边入狱边欣赏美术作品的一个设施。可是它不开放你一般参观，所以怎么样？不明你要牺牲摄像。边泡边啊，在里面也不能拍啦。OK， 好吧，那就被你躲过一劫。那虽然今天比较可惜，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拍给大家看，可是我觉得它外观也非常值得参观。它外观就是做的非常华丽，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度假风。然后在门口呢，它也有卖一些 T 恤啊等等的。所以大家如果非常喜欢钱汤或者是喜欢桑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那个 T 恤回去，非常的可爱。颜色好多哦，很缤纷，可以包色哎啊，我知道了啦，那个欧西卡兹，如果你有支持的推，然后是什么颜色的话，就可以来买这个毛巾。内裤了，但你不要看它这样，它其实精致的。I love 汤，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各种颜色都有。我们最后来到这个直岛 Pavilion， 也是一个装置艺术作品。然后它是由日本的建筑家藤本壮介所设立的，我觉得它也蛮酷的，因为外面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一个几何的一个艺术品，那其实是可以进去的。然后它的概念其实是里面是一个休息的场所，会不会撞到头啊？其实很宽敞，好漂亮哦！哦，有一个很宽广的感觉，真的，好美哦，真的很可以拍完美照。我觉得如果光线好的话，一定超漂亮。很可惜今天开始有点阴阴了。晚上的时候应该也有可能会打光。好的，我们今天第2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今天在直岛这边，我觉得真的是不愧是最有人气的一个岛之一耶。包括有户外这些艺术品、美术馆也是很棒，然后再加上一些民宅里面的这些装置艺术啊，面向非常的广。好，我们明天就要去丰岛了，希望明天天气也跟今天早上一样不错。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丰岛，那今天很可惜，虽然看到天气有一点点不好，但是呢没关系，我们还是有成功上岛。丰岛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丰富的小岛。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丰岛这边呢其实有2个主要的港口，一个是嘉浦港，另外一个是堂贵港。然后我们今天呢是直接从高松搭到嘉浦港这边。然后在丰岛这边的作品呢，主要是分为就是在甲生这个下半部，然后还有靠近东部的堂贵港，所以呢非常建议大家是搭乘巴士，巴士单程的话是1趟400日元，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事前在他们的 APP 里面购买1日券，因为1日券是1500日元，它可以无限次来回，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地区呢，我觉得有2个必看的作品，一个就是我背后的这一个很漂亮的海边的长椅 Place of Sea Dreamers。非常浪漫的一个名称，而且呢，它也是这一次2025年的濑户内海艺术季官方公示书的封面。如果天气好的话，应该可以顺利看到后面这些小岛。那另外一个作品呢，就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盐田千春他所制作的《线的记忆》，非常的期待，我们等等也会去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到丰岛甲生地区这边盐田千春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就是盐田千春最擅长的，用线来编织，呈现出这个作品的样貌。然后呢，这边摆了3台这个机器啊，其实是甲生地区当地原先使用的素面制面机，因为它是结合在一个古民家里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让人有一点点压抑，尤其因为它又是红色的线段，但是又可以联想到就是在这个地区的那种古老的记忆的感觉，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作品。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展品，它的名称就叫做空的粒子。平常我们一般的想象，应该空的粒子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对不对？应该完全看不到。这边呢，就用雕像的方式，金属啊，让它具象化，看起来有很多个粒子在那边。然后它其实下面是一个水塔，隔壁有那个潺潺的水声，所以我觉得更放大你的那个五感，加上后面是神社，那种更宁静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听到一些四周的鸟叫声。再加上往下看，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些名家，然后还有他们栽种的田园跟大海，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可以下班了吗？午餐时间，我们来到这边也算是展区之一的一个小厨房，叫做 Shima Kitchen。也就是这一座岛上的厨房。那我自己是觉得丰岛这边就是可以吃午餐的选择稍微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它的店家比较分散，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在这边品尝当地的美食的话，可以预约好这一家 Shima Kitchen。然后呢，它的菜单其实只有2种，一种就是他们的 Shima Kitchen 的套餐，那么它是会有饭跟有一块鱼肉，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刚刚也有点的就是 Kima Curry， 有一点像是肉酱咖喱的那一种。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些饮料啊、咖啡啊、蛋糕等等的。那我觉得蛮不错的一点是，因为它是一个国民家改建的，所以呢，你进来其实就是有一种进到岛民的家，然后生活吃饭的感觉。然后我非常期待的是呢，他们的米，丰岛这边梯田非常有名，中间的那一座山流下来的泉水，很好的滋养了这边的梯田。然后现在上菜了，意外的它上菜的速度还蛮快的，10分钟以内就快速上菜。然后我点的呢，这一个是 Kima Curry 肉酱咖喱。然后还有很多新鲜的蔬菜，看起来超好吃。因为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很难吃到蔬菜。我觉得它其实料给的蛮齐全的，因为除了主菜之外，它还有附一个沙拉，跟他们的这个小锅料理，这个应该是腌制的红薯，也很好吃哎。它那种酱汁是味噌酱汁，味噌鲜鱼。对。我来吃看它的咖喱。虽然咖喱偏稀，可是我觉得味道蛮够的。里面除了可以吃到肉末以外啊，还可以吃到一些红椒、黄椒等等的蔬菜的鲜甜味都在里面。终于要到期待已久的丰岛美术馆了，没想到它在一个半山坡的位置，左边那边就很像梯田哦。然后远远就可以看到那个最有名的那个景观。好，我们现在到丰岛美术馆了。那来丰岛美术馆呢，建议大家一样先在官网预约他们的票券。那拿到实体票券之后呢，到了现场还是会需要兑换一个纸本的票券。这一栋建筑物就是他们兑换纸本票券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绕着这个草坪散步道去到这个馆内。好，我们刚刚看完丰岛美术馆这个大型的建筑作品模型了。它外形的设计意象呢，其实就是由天空落下的一颗大水滴。在进场前呢，工作人员会跟你说，里面没有办法拍照，然后呢，你也不能够穿鞋进去，不能在里面讲话，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空间。那实际走进去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你进去之后呢，会看到整个圆形的建筑物非常非常的宽广，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呢，天花板上有2个很大的洞。我觉得在那个空间里面享受里面的宁静感，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又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2个天花板上的大洞啊，它就像是跟自然融为一体的画布一样，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往外看，或是你每一天不同时间往外看，你都会看到外面呈现不同的风景。那里面呢，也因为不能够讲话关系，所以非常非常的安静。你可以听到外面风吹过树叶稍微摩擦沙沙沙的声音，也可以听到这边的虫鸣鸟叫。那从母型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型的这个蛋形的建筑物，那里面是咖啡厅跟纪念品店，而且在这个咖啡厅的建筑物里面也有一个类似母型这样子的小小洞洞的空间，外面也有一些这种室外的座位，可以买咖啡出来外带，在外面野餐。很可惜，虽然没有办法把作品整个拍给大家看，可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忘记一切烦恼的这种氛围。
好，我们刚刚参访完了一个在海岸边的一个展馆，然后它的名字呢，中文翻译应该叫做“心跳的存档”。我觉得跟外面的这个海岸边的景色完全冲突的美感。因为坐在这边感觉看海应该是蛮平静的吧，但是我刚刚从里面出来之后，有一种心脏悸动的感觉。因为呢，它里面的主题就是光线的明暗以及声音，去展现平常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心跳。很酷的地方是，你可以跟它互动，也就是说，你可以付费录制你的心跳声，然后去叠加在那个艺术品上面，进行一个互动式的感觉。明明好像蛮喜欢的，对不对？我蛮喜欢的。正中间有一盏灯泡，然后那个灯泡会随着心跳声一直扑通扑通的忽明忽暗。然后它的走廊两端是贴满镜子，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有些人心跳比较微弱，有些人心跳是非常的强而有力，有一种感受到生命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第3天的行程差不多就结束。好，我们今天已经完成我们的丰岛1日行程。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展品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像这边有海非常漂亮嘛，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想要待这边待久一些些。这次我们为了要配合船班的时间，还有当地接驳巴士的时间，其实有一些展品我们都没有办法实际去看到。没错。但是呢，就是挑了几个最主要，然后我们也最感兴趣的。整个濑户内艺术季呢，因为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呢，这次我们会分成上下集2支不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那上一集呢，我们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下一集呢，我们会再带大家去明天要去的小豆岛，跟最后会带大家去女木岛逛逛。那如果大家对完整版的濑户内艺术季的介绍有兴趣的话，记得持续follow我们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啦，现在已经发布了《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3首歌曲，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县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游资讯，请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们哦。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介绍的濑户内艺术季行程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